在疯狂的修炼中，10号几乎死去，但最终元神成功回归，意识到自己可能接近了轮回的边缘。10号在修炼中不断变强，逐渐能够抵御万道火光，甚至开始享受这种修炼。他尝试将元神寄托于仙种内，但发现这条路不通。在生死间徘徊，他不断变强，但始终无法成功凝聚第2道仙气。在不断修炼中，10号的元神几乎溃散，他陷入了永恒的黑暗中，但他不愿放弃，奋力挣扎。他意识到自己可能已经成功修出了第2道仙气，但若不能回归，一切都没有意义。在心中，他充满了对亲人和朋友的牵挂，这成为了他坚持下去的动力。在10号挣扎求生的同时，君道和天国的古代王者正向他闭关的小世界进发。10号被困在了一个冰冷、黑暗的虚无牢笼中，无法找到出路，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绝望。他尝试用尽全力轰击牢笼，但牢笼坚不可摧。在不断的尝试和失败中，他意识到自己的元神在被黑暗虚空消耗，如果不尽快找到解决办法，他将彻底消失。在绝望中，10号开始冷静思考，他回忆起自己曾经修炼出的仙气，虽然微弱，但却在关键时刻为他提供了保护。他开始调动这股力量，发现自己的元神消耗减少，侵蚀得到了阻挡，这让他看到了一线希望。他决定利用这股力量恢复自己的元神，争取从牢笼中逃脱。经过漫长的时间，10号终于恢复到了巅峰状态，但他仍然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打破牢笼。他决定再次尝试，用尽所有力量发动攻击。尽管他的攻击让牢笼颤抖，但仍然未能打破。10号受到了重创，但他没有放弃，继续在黑暗中修养，壮大自己的元神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10号的元神变得越来越强大，但他也开始怀疑这个地方的本质，为何他能在这里修行，吸收魂力。他坚持没有轮回，坚信自己能够元神回归。在无数次的尝试和失败后，10号终于一拳击穿了黑暗牢笼，看到了曙光和时间长河。然而他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，如何找到回去的路。就在他激动和颤抖的时候，君道、天国的王者等敌人已经接近，他们破开了山腹中的法阵，看到了10号的真身。10号虽然沉眠，但被仙气缠绕，肉身正在慢慢愈合。敌人认为这是一个机会，决定出手攻击。10号在山腹中盘坐，肉身虽然4分5裂，但被2道仙气缠绕，勉强维持完整。天国的古代王者和君道趁机偷袭，一剑刺穿10号的眉心，一矛贯穿心脏，导致10号重伤。君道得意忘形，认为10号已死，而其他人则对10号的2道仙气感到震惊。然而10号的元神并未被真正击杀，而是被困在了一个黑暗牢笼中。在外界的攻击下，10号的肉身虽然遭到重创，但仙气仍在保护着他的身体。古圣子等人开始怀疑10号的元神去向，而超级阵法大师则试图通过真经召唤10号的元神碎片。在黑暗牢笼中，10号感受到了外界的攻击和自己的肉身遭受的痛苦，他开始寻找回归的路径。借助古圣子的真经，10号终于找到了回归的道路。他的元神在一瞬间回到了肉身之中。10号的突然回归让君道大吃一惊，10号的元神并未受损，他的力量和怒火在这一刻爆发。10号睁开眼睛，紧紧握住插在自己胸膛的银色战矛，他的目光充满了怒火和杀意，准备对君道进行反击。这一刻，10号的生死较量再次展开，他的强大和坚韧让所有敌人感到了恐惧。君道试图用银色战矛彻底摧毁10号的肉身，但10号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反击，轻易地折断了战矛并稳稳落地。10号的强势表现让所有敌人都感到了威胁，他们纷纷出手，但10号的速度和力量远超他们，他迅速追上了君道。君道在绝望中动用了自己最强大的神通，但10号轻易地破解了他的攻击，并且以惊人的力量和仙气的力量轻易地撕裂了君道的手臂，最终将他杀死。10号的元神强大到可以轻易地抵抗古圣子的经文攻击，并且他的神识力量强大到足以伤害敌人。10号的复苏和力量的展现让所有敌人都感到了深深的恐惧。他不仅轻松击败了君道，还迅速解决了阵法大师，并且对抗了天国的古代王者。10号的力量和仙气让他几乎无敌，他轻易地折断了天国王者的神剑，并且以强大的法印和仙气的力量将天国的王者击败，使其身体寸寸断裂。天国的恐怖头子曾是暗夜中的猎杀者，手持滴血杀剑，令群雄胆寒。然而此刻他自身难保，低吼着催动秘法，血光冲天，却依旧无法阻挡10号那携带2道仙气的一击。伤害不可遏制，从他的双脚开始一路蔓延，膝盖骨脱落，双腿即将不保，血雾和冰冷的血腥味道扩散开来。猎杀至尊露出真容，暗红色的长发与杀剑相应，他动用全部力量，试图用自身的仙气抵挡，但终究不敌10号的2道仙气，被击溃。他的大腿也开始爆碎，血精溃散。天国的王者银色的眼中映出血和尸山，面对10号的至强一击，他无路可退。他对自己同样狠绝，用缠绕着仙气的手臂截断了自己的双腿，以阻止肉身的进一步恶化。你倒是果断，10号平静地说道，再次出击。天国的恐怖头子急速倒退，
只剩下半截躯体，但他的眼中没有绝望，只是在等待机会。众人终于从震撼中回神，猎杀者至尊竟落得如此境地，肉身破损严重。这位杀手至尊即便不敌，也总能隐于暗中，从未吃过大亏，但今日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。能推到哪里？10号平静迈步，却带动着斗转星移的气势，法则笼罩，身体发光，迅速接近杀手至尊。突然他闷哼一声，心脏和眉心都有血迹渗出。他在闭关时就已受重创，元神离体后更是遭遇了袭杀。尽管魂魄归位，肉身的隐伤却全面爆发。原本他的肉身在闭关时就已皲裂，是2道仙气将其强行缠裹，才未崩毁。现在各部位不断溢血，心脏部位更是空了，只有碎块。他需要催动法力，但失去强劲心脏的肉身负荷巨大。元神是希望，肉身是根，无论多么强大也离不开他。10号心脏部位喷出一道血箭，难以封住。就是现在，出手！天国的杀手头子喝道，他一直在等待机会。古圣子响应，经文声宏大，化成光冲向10号。经文动天地，9天10地经文发威，金色文字压盖虚空，将10号那里震封。哼，10号冷笑，即便身体糟糕到极致，依旧不曾惧怕，一拳轰出，击碎经文，杀向天国的恐怖头子。震！天国的王者长啸，催动秘宝，一杆白骨幡带着煞气和无边的魂力向前震去。他只余半截身子被逼入绝境，动用了最强手段。白骨幡是一桩极其强大的秘宝，曾被无穷生灵的血液浸泡，炼尽无数生魂，摇动起来天崩地裂，鬼哭神嚎，山体崩塌，乱石穿云，烟尘四起，山脉深处一片大乱。白骨幡带着天国的至强印记，符文滔滔，压落而下，对准了10号。在其后方，尸骨如山，血河数千条，浩瀚无边，跟着白骨幡一起压落，将10号全方位封锁。还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天国的杀手头子喝道。追随而来的人惊醒，各种宝具祭出，符文密布，全面扫来，如同风暴席卷破败的山地。剧烈的大爆炸声响起，符文碰撞，宝树冲击，彼此共鸣。10号肉身虽皲裂淌血，却如出闸凶龙，所向披靡。他腾跃而起，一道宝术打出，四方符文暗淡，上苍宝术与雷帝秘术合一，化成炽盛光芒，横扫群敌。血光冲起，强者尸体坠落，脸上写满惊恐，慌即便重伤垂危，也不是他们可以撼动的。转眼间50-60人毙命。10号手持仙剑向前斩去，破开血光，镇压向白骨幡所携带的尸山。大罗仙剑离手而去，从天而降，镇压在尸山与血河间，让那里全面崩溃。与此同时，10号真身到了，双手结印，2道仙气缠绕食指间向前拍出，全部击在白骨幡上。一瞬间，所有生魂的哀嚎声，滔天的血气都崩开了，消失不见。白骨幡出现裂痕，这是一件超级神灵法器，能够从3000州带进仙骨一地，已经是所能被允许的极限兵器。可是此时依旧是破坏了，不是毁于大罗仙剑，而是被10号那缠绕2道仙气的法印击断。还往哪里走？10号冷声道，盯着杀手头子。与此同时，他缓缓轰出一拳，无声无息，隐约间可见到时光碎片，那是轮回拳，经历过10丈密室以及不久前的黑暗牢笼，完成了一次蜕变。杀手头子竭尽所能燃烧自己，对抗10号的这一超绝宝术，可惜依旧不行。他被这一拳打中，自身宝术溃散，全面炸开，而仅有的上半截肉身也皲裂了，化成碎块。一次又一次针对我，还想逃走，今日彻底留下。10号说道，依旧是一拳，时光碎片飞舞，轰的一声，那镜面炸开。与此同时，杀手头子的血肉与元神破碎，想化成万道流光遁走。10号双手结印，化成一个天地炉，这是闭关时所用的手段，原本是熬炼己身用的，现在则封住了杀手头子。炼化，一息间，他以强大法力将此冷血至尊化成灰烬。天地炉消失，10号大口喷血，身体的伤痕越发粗大，有些部位都将要离体了，比如说手臂等。2道仙气发光，强行缠裹，并且堵住了心脏部位及眉心，不让他继续血气衰败，令肉身拼接在一起。还有你，即便负了这么重的伤，他都没有退，向前逼去，跟古圣子对抗。古圣子也没有走，因为他知道被10号锁定了，今日不可能善了。经文震天，神火燃烧，这片破败的山地一下子沸腾了。古圣子发光，口诵咒语，召唤9天10地中的战魂。轰！巨大的声音发出，一具又一具模糊的身影在此显化，融入他的躯体，跟他合一，整个人的气息强盛到了极致。9天10地经高深莫测，参尽造化，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运用法门，也是古圣子最为精熟的。砰！10号跟他对抗，事实上是在与天地间残留的阴魂对决。这个地方光雨成片，阴魂咆哮，天翻的动，四野茫茫，
全部是杀光，全部是战气。10号有伤，不能动用全力，不然肉身很快就会解体。他弹指间，一株草的剑意浮现，流光成片，全部是剑芒，无坚不摧，击射向古圣子。当，响声惊人，古圣子有拳头砸在那些剑芒上，居然发出了金属颤音。10号目光一闪，蓦地想起，此人曾经浸泡过无名宝液，那池中有混沌气，神秘莫测，可让肉身坚固不朽。此前就是古圣子的那头战宠金纹白虎，其爪子都有混沌光，强大的离谱。而这古圣子更是整具躯体都浸泡过那种宝液，自然妖孽无边。没时间耽搁了。10号轻语，肉身情况很糟糕，裂痕越来越多了。是，他祭出大罗仙剑，缠裹着2道仙气，锋芒绝世，如惊天长虹贯穿向前方。即使古圣子的肉身强绝无边，也难以抵抗，被剖开了一道可怕的伤痕，鲜血流淌。杀！10号喝道。在激烈对抗中，他运转各种宝术，剑胎发光，破开对方所有防御，刺入其眉心，一朵血花绽放，凄艳无比。10号的剑胎本应轻易穿透古圣子的眉心，却意外地被一道神秘的门户所吞噬。这道门户散发着混沌之气，令在场的观战者无不震惊于古圣子的神秘力量。古圣子大吼，召唤英灵与战魂，与10号的对决造成了天崩地裂的景象。10号虽然负伤，但依然坚持战斗，而古圣子则利用10号肉身的裂痕，企图进行致命一击。10号意识到自己的状态不佳，但仍然决定铲除这些敌人，以防他们将来构成更大的威胁。在关键时刻，10号施展了轮回宝术，起初看似平淡无奇，但突然之间，秩序神链带着时光的力量从他的拳头中冲出，将古圣子缠绕。古圣子虽然拥有坚固不朽的肉身，但脏腑并未得到宝液的滋养，无法抵挡这股透过体表直达体内的规则与秩序力量。古圣子试图以9天10地经文和自己的仙气抵抗，但10号的轮回力量让他迅速老化，眉心的门户也开始摇动。最终，大罗仙剑冲出，展开了古圣子的眉心，连同他的元神一同切裂。10号收集了古圣子的残碎元神，同时炼化了对方的仙气，为自己所用。他疑惑，天国杀手的仙气是否已在天地炉中被炼化了？随着古圣子君道天国的古代王者的覆灭，10号站在原地，心有所感，望向远空。在那里，一个超尘脱俗的年轻男子出现，手持玉笛，宁静而空灵。10号一眼认出这是在胸朝闭关的神秘人，一个在仙谷内数1数2的至强者。突然，另一个方向上，一道身影在宏伟的大山上出现，被混沌气包裹，超脱于世界之外。这个神秘人物的出现，让所有人都感到惊异和凛然。手持玉笛的男子吹响笛音，银色的符号跃向远方，仿佛有生命一般。但被混沌气包裹的人身边浮现的一株模糊的小树，轻轻一摇，便阻住了所有音符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猜到了这是石冠王，因为他得到了一株仙道小树。笛音停止，两人的接触短暂而含蓄。人们开始怀疑手持玉笛的男子的来历，以及他与石冠王之间的关系。随后，圣光闪耀，龙纹密布，天图横空，6冠王宁川踏着古卷而来。他的出现让10号感到不安，因为宁川是一个超级恐怖的人物，拥有不可想象的实力。最后，人们注意到，除了这3大高手外，还有其他古代怪胎出现在远空。这些强者的突然出现，似乎都与10号修出第2道仙气有关。他们的出现让整个战场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和神秘。